好的，来看一下，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这个哈尔滨 QF95的这个德比战。所谓的德比战呢，就是同城对决啊，大家都懂的。咱们可以看到，现在2P呢是调出了大小鬼。其实呢，所谓的大鬼呢就是卢卡尔，小鬼呢其实管它叫门神也行。这小鬼呢，咱们就是草剃柴收啊，这个大家都了解。那95当中呢有3大赖，三大赖是哪3大赖呢？啊，卢卡尔、八神和草剃精。那么最赖的呢，当属这个草剃精啊，然后呢是八神，再是卢卡尔。但是卢卡尔呢上手比较简单，所以说呢这个卢卡尔呢给人的一种感觉显得特别厉害啊。其实啊这玩到最后啊，你可以发现就是草剃精厉害，然后八神就是这么个情况。但是咱们可以看到1P呢是哈尔滨白羊，2P呢是哈尔滨吴南。然后呢这个哈尔滨白羊呢应该算是咱们95届当中不管是全球还是全宇宙，就是号称第一草剃精。然后呢这个第一八神是鬼骑士啊，但是鬼骑士呢今天就是也没有出场，以前也解说过他的比赛。咱们可以看到呢这边1P白羊是选择了第一组，日本队这一组的实力整体来讲还算是不错。好的，我们看一下，这是这个类似于像无限踢的踢法，在飞角落的时候这个无限踢呢要往前蹭一步，或者有人说用这个重拳垫。其实呢想说这个正常比赛当中这个无限踢是不允许的无限踢是不允许的，你只能踢一下之后呢，然后接这个反升龙腿，再接正中手，或者是反升龙腿直接踢回去这是随你们。但事实上呢有这么一个事就是说这个大门跟红丸呢应该都算是2分的这个英雄所以说这2个人物也偏，说实话偏平坦一点。因为你看这个本身的10分一个人是满分，然后大门跟红丸都是2分的，然后这样的话加上一个6分的英雄，一共就是10分，这是不犯规的。而这个吴南选的3个角色都是6分的，所以说他的分数应该是超过了，应该是18分的分差，所以说这个是非常赖的。当然呢这个和这个顶尖高手白羊来打比赛，事实上心里还是有压力所以说这个选这么一个情况呢也不过分。咱们可以看到现在这边大门，这个95里面的大门呢，其实它没有什么像那种连技包括像什么 bug 阵之类的，投技方面上其实也不尽然就那么厉害，主要就是靠一些拳脚包括自己的全场手长的压制。缺点呢，这个人就是说没有什么固定的这个压制套路。咱们看逆向，好的，落地回身一个普通头。咱们看这个卢卡尔的套路，直接一个升龙，可以看到这个升龙也是有这个连段的也是类似于像大康一样的感觉，两个人这个同时相杀。然后这边的卢卡尔呢是往前平移，回身一个战臂，然后就是空中可以再接一点。咱们看这一次，好的一个直接的这个升龙失误。卢卡尔这个人呢战臂是一个很牛逼的招，但是缺点呢就是说这个一旦呢被对方压制赌这个正反的时候呢，卢卡尔身材比较高大，所以说被择逆向正向的时候呢稍微有点郁闷而且他赌升龙，这个逆向判定一旦勾不到的话，他就会出现致命的失误，会被对方连一套狠的。所以卢卡尔这个人呢这个他没有什么变态的连技，他只有呢一点一点去进攻去蹭人家，比如说用什么镜面推或者说是战臂啦，以至于这个用战臂包括那个就冲撞过去磨一下，那个是非常安全的招式，而且一旦打中之后非常爽。咱们看一下，好了，开始无限踢模式，反升龙腿直接下扣，这个非常赖这个给大家演示一下 AB 闪身之后呢，直接特殊技回身正摇臂，咱们可以看到是往前走一步的这个无限连呢，这个事实上小狼这个还不是很熟，但是在角落里无限连他不用往前移动的那个无限连是非常简单的。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个怎么练就是说你直接摇你比如说重手接这个正摇臂，然后正摇臂第2点的时候再练一下正摇地，一定要记住不是正摇2个重腿，是正摇1个轻腿，然后再正摇1个重腿。第2点呢，很多人练重腿的时候肯定认为就是直接点重腿就可以了。事实上如果你点重腿就不行，你就必须得是正摇轻腿正摇重腿，然后呢再正摇轻腿正摇重腿，有节奏，你们练一练就能练出来就千万不要认为这正摇地，然后再正摇地第2点再点地就可以了，你得直接摇这个跟大家说清楚人这个一旦不明白之后就很容易就出现错误。咱们看回身跳过来，好的，直接侧身。AB 闪身之后的特殊攻击呢，在97当中也是取消掉了96、97都没有这个东西，也包括96也没有这个 AB 原地的这个蹭身，所以说97的 EX 模式呢，其实改完了之后还大不如从前，所以这个事儿也是非常郁闷。咱们看这一局白羊的红丸偷袭下盘踢一脚，再一个男人迪斯勒打下盘2点再踢，他这个反摇手反摇轻手收招特别快，反摇重手的磨的时间特别长。好了，连续的出这个倒挂腿。
你可以看到呢，其实这边吴楠的这个威力霸座啊，也就是红丸被压制的挺惨，然后当他真正没有血的时候呢，打回来还不好打。而且我觉得2P 呢，他这个和白羊比赛呢就总是在长气用这个技能反击的过程当中，没有出现太牛逼的这个技能反击，所以说他没有把气看得特别重要，他只是打这个正常的牵制。咱们看打逆向过来，再回身正身位跳 A， 结果落地呢被一个普通头打中。咱们看卢卡尔腿把过来站 B， 连续的站 B 踢，你可以看到这个站 B， 但是被勾回来，正身位偷下盘，再跳 CD。这个95里面的跳 CD 呢是可以打蹲防的，它并不像97里面，你看啊，这个比很多人跳 CD， 你蹲姿防御也能防住，但是95里面，你像红丸跳 CD 就是打你蹲防，它可以择你啊，比如说择你下轻腿，然后你下防，然后马上一个跳 CD， 然后打你这个蹲防，这个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但是缺点就是说，一旦对方这个防住了，那么你就效果就不是那么好了。咱们看现在比分是2比0，这边两个人都是首发草 T。开局呢，白羊是打了一个小升龙起手，然后呢再跟下轻腿。草 T 呢，他的下轻腿啊也是比较赖的，而且他并不需要任何的气消，包括什么指令口取消以及这个组合拳取消。什么取消都不用，只要就是下臂啊，就这个直接接正重手，它就能接上。下臂直接接重手就能接上啊，就是贴膜，什么的膜都贴啊。这个入行99未逢敌手啊，就这种感觉啊。你像这个有的人呢，他必须用，比如说下轻攻击接重攻击的话，就必须用气消。一般人呢都用这个气消啊。就是95的3种取消呢，一般作为玩95的人，专业玩95的话，一定要记牢。除非啊，你是玩这种什么。这种6分的人，比如说草 T、八神跟卢卡尔，如果说你玩这3个人啊，那我只能对你说啊，你就不需要任何的这个基本功。但我的意思啊，就算你不用基本功，你可能打不过那些95里面的那些，就不用说1线、2线啊，可能就是95这个游戏也不分什么线，但基本上就专业玩95的，你估计你怎么玩你也玩不过他，因为他把每一个判定点都掌握得非常好。咱们看一下 AB 闪身之后特殊攻击。这一局呢，应该说2大6分的人啊全都死了，然后吴楠只剩下一个红丸。咱们看现在跳 CD 卡过来，然后一个掌，这个反升龙腿什么意思啊？多过来重攻击打下盘。草 T 的这个人呢，说实话全掌这个拳头啊，包括你像他，比如说跳 A 这种特殊的攻击方式勾逆向啊，都非常的这个带劲儿，所以说他应该是当之无愧的95一哥啊。咱们可以看到勾逆向的跳 B， 但是防住之后回身地头，这样的话呢1v3没有成功，但是这一局应该是胜券在握。2比0之后呢，咱们可以看到白羊啊，应该打得非常的自然啊，就是有的时候他招可以赌。你看大家都知道赌招呢，其实作为一个绝顶高手不应该这么做啊，但是赌呢这个东西啊，毕竟有赢有输啊。好的下盘4点 B 踢过来，但是他并没有再跟上这个反摇踢，然后打这个下上腿。咱们可以看到好的 AB 闪身之后特殊攻击，一个天地反过来，这个很多人不习惯啊，因为没有这个传说中的这个 bug 阵啊。那最后呢，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大门呢是以逸待劳，这边呢应该说红丸练了一个反摇啊，这个没练明白，被大门抓住了一个角落的机会。好，这一局这边吴楠是选择了草 T 加这个草 T 柴州以及这个拉尔夫。草 T 柴州这个人呢，说实话啊，这个应该说他也有一些，你比如说他的战臂啊也是非常远，但是他的战臂防空效果不强，所以说呢也就被称之为啊地面压制的一个好的一个招式，但是防空效果啊咱们就不去解释。咱们看跳过来好的一个升龙，他尽管有不足可以利用升龙来打过来，但是这 AB 闪身之后的特殊攻击没有形成威胁，而且刚才草 T 呢有一个正身位踢，第2点没有踢出来，那么白羊也是会出现任何这个一个非常低级的失误啊。咱们看一下，一个地头过来之后再掌气回身，好的一个投技过来摔，然后呢打这个气功，两个人都是满气，可以用技能反击。咱们看现在这边左右走跳过来打下盘起手再下臂，这个直接下重腿之后，好的这边 AB 闪身马上摇大升龙。咱们可以看到一个下地踢过来，然后打一个气功波往后躲开这个对方的出招，但是呢这个正摇臂啊，应该说白羊应该算的有点扯了，对方是一个 AB 瘦身，然后马上一个升龙跟进，刚开局一个裸杀，大门啊直接一个侧身特殊攻击接超大外哥，这个是应该说开局就是送礼包。这样的话两个人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不过吴楠这一局有一个草地精，看看这一局草地有什么样的发挥。好的，直接一个裸的反升龙腿摸过来，原地起跳 AB 闪身侧身想要攻击，但是对方直接打了一个天地反。看看大门跳过来勾逆向，起身的是一个升龙，回身再打下盘站重手，往前一跟又是一个直接的普通头打回来。
看看这边扫地，哟，我觉得白羊他这个出云头给人的感觉好像是百发百中的感觉。刚说完啊，这一次挥空跳过来被升龙打回去，捡起，哎，这个战 CD 打得非常的准，再晃地雷战，但是这边草剃非常虚，又是发波，这一次应该说很悲剧啊，草剃打得不敢往前进攻，而且对方出现任何败招的失误他都不追击，这也是乌南一个非常猥琐的一个。他的想法呢，可能是要归一下，但是没归明白啊，反而是因为他不敢，造成了自己的这个失误。好的，跳 CD 卡过来，再跳 B 过来重攻击，然后直接用组合拳磨死对方。这个磨血也非常多，咱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站 CD 打对方前跳，然后呢再跳 CD 打对方起身，然后呢跳过来跳轻腿重手，然后马上组合拳，大门啊也没有任何的反应。只能被就是自己啊，就只能被这磨死。如果说大门有气的话，他可以用技能反击，但是可惜啊没有气，非常郁闷。下盘3点接一个倒挂腿，回身再下臂，对方侧身过来，回身一个指令头抓。看一下这边的正身位重攻击，往前蹭一下，再跳过来，回身站地，再跳 CD 卡空，跳过来哎呀，但是很可惜啊，被对方扣一下，然后正是被跳 B。跳 CD 男人低色溜重攻击，这边红丸子个逆向漂亮，再偷袭下盘成功。拉尔夫完全的被打懵了，咱们可以看到这边拉尔夫在判定点上基本上就是被对方压着打，而且呢想要抢招，最后呢被这个下轻腿啊直接切中。这样的话，这边乌南再次的换上了卢卡尔的这个组合。其实卢卡尔这个人，我觉得乌南还是玩太奔放了，稍微归一点。卢卡尔这个人呢，切记啊，这个你不要妄想自己用什么招，一下把对方打得特别惨、特别死。你如果想那样的话，你还不如选一些哪怕是3分的这个人物，或者是2分的人物，他都比你这个卢卡尔强。卢卡尔这个人就是要蹭你，就无限蹭你啊，就一站壁，哎，这个你等你大跳确认，我就升龙，然后站壁，然后镜子。啊，磨你，然后撞你，就这个就得这么玩。咱们看现在这边腿把回身逆向回，又是一个地头，这样他可以择，但是他选择了用气功。这一局乌南选择了用这个红丸手法，应该说效果还算可以，但是这个跳 CD 居然是被对方升龙，感觉这个白羊他的套路非常的完美啊，一个气功压住，再出一个腿把，然后等你跳 CD， 因为这个大跳啊跳得非常的高，滞空时间非常长，所以说有足够的时间等你起跳之后摇升龙。这一次咱们看一下白羊也确实非常嚣张，好的2段贴，直接反升龙腿2点，然后直接站重手，这有一个小收招的感觉，回身跳 CD 卡空 ，AB 闪身之后直接一个升龙，这一局居然打出了一个1v3的效果。咱们可以看到草剃的爆发非常强劲啊，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你像这个，哎，很多人说这个哎草剃有什么赖的，但你真看到了之后，你就觉得这什么叫有什么赖的，就是生赖。好的，跳逆向勾过来。重手2段踢，再2段踢，再漂亮，再无限踢。咱们可以看一下啊，一个地头，然后跳 A 勾逆向，下轻腿，直接接站重手2段踢，再打2段踢，然后再打2段踢。如果不死，还能再接反升龙腿，或者说你就无限踢踢到死。啊，小狼曾经把这个电脑调成无限血，然后在角落里一顿狂踢，反正他也不晕啊。但是95呢，有治晕能力的人也有很多，比如像什么。板崎琢磨呀，这个罗伯特呀，这种类东丈这种治晕能力非常强的人啊，但是呢，治晕能力强不代表的，哎，咱们看一个开局，再踢一个站壁，这一局玩的非常文明啊，就没有直接干死，腿外过来再这个出这个波，这一局乌南又是上了3-6分组合，但是这边的巴神开局打得不顺，下轻腿一勾，直接站 CD， 他这个气满了之后呢，可能有点想反击的感觉，但是他这个下臂呢，第一时间如果确认出下臂。巴神最厉害的招就是他的下轻腿，很多人都不理解，就是巴神什么招厉害。在95里面，巴神的下臂被认为是无敌一般的存在啊！不信你们可以试一试。而且下臂呢可以直接接葵花两式，然后葵花两式之后还能再接小升龙，费血非常多。咱们看一下现在这边又是打的不归，老想冲过去打人，逆向勾回来，下盘2点无限踢，不是无限踢啊，这个正摇踢。如果对方有血的话，也可以连这个无限。最后呢一个空中奈落落啊，就是干。咱们可以看到这个身材高大呢，也挺郁闷的，容易被对方截逆向，自己也不好看啊，眼睛看不过来。然而这一局乌南的草剃精下盘2点往前踢，回身好的一个地头 ，AB 闪身过来再投下盘，这个 AB 闪身是最怕这个普通投的，所以说好的回身投过来，正是为跳奈落落下盘2点往前踢，而且你可以看到草剃基本上没什么败招，他踢完之后呢自己也非常安全，下轻腿一踢在腿把前。跳过来，哎，咱们看一下下臂之后打中了，没有确认 ，AB 闪身直接择了一个逆向，然后再推一下，这个玩的有点浪啊，有点浪。
好了，在战壁，刚才呢可以这个看得出来，在这个对方逆向背倒自己的身前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利用站 CD， 然后这个择左右，你可以站 CD 直接打到对方身后。这个95，我跟你说，无木压不95，无逆向也不95，95你要玩的就是木压和逆向以及取消啊，无取消也不95。所以说95这款游戏啊，到现在为止，说日本啊，现在玩什么游戏？98玩的很少，2002玩的比较多，98UM、98这个02UM 也玩的比较多啊，包括像拳皇13、街霸4、铁拳之类的。但是如果说老期的拳皇作品当中啊，97和98就尤其是97已经没人玩了，但是呢，95每年都还有联赛。这个也就是说啊，这个，因为说它是也是这个拳皇大师什么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啊，而它这个也是。这个咱怎么说这个事儿呢？啊，确实是这个非常牛逼。日本人呢觉得这个游戏做得非常好 ，bug 呢也相对来说比较少啊。而且95当中没有任何的近招，你可以我记得大家应该听说过啊，02是没有近招的。02除了这个金牙潘有一个空中正摇腿能打对方不动的一个 bug 之外，再就没有什么了。但是呢，但是95当中就没有任何的近招，包括这个东丈的无限连你都可以练。然后呢，这个草剃和八神和卢哈尔虽然说猛，草剃还有无限连，但是草剃这个人啊，由于这个，因为大家玩都比较文明，这个无限踢这个招式呢，也并不是那么轻易能打中的。你像这个高手当然是可以了啊，你要不是高手，你踢到对方的身，你机会你都没有，对吧？你这个就没什么好说。咱们看现在这边，好，咱们看现在啊这边一个小升龙过来，你直接勾逆下，好，下盘2点，再二段踢。回身反升龙腿踢到啊！当然，这个咱们有观众说啊，这个01啊、2000、99、96这些游戏啊，这些游戏我只能说啊，我只能把它算成为这个拳皇系列啊，这个系列作品啊，你这个没啥好说的，尤其是韩国人做的啊，你这个是咱下盘哎节奏不对，少了一个下轻腿，这样的话少了一个下轻腿呢，那就没连上。二段踢过来，回身往后跳前，又是下盘2点之后呢，直接跟上了一个小倒钩腿，咱们看这一稍微有点龟，跳 CD 卡空，后跳 CD 直接这个后跳 CD 打对方的这个蹲防，当然没有成功。咱们可以看到两个人都满气，但是这个2P吴楠就不会用这个技能反击，而这个白羊就是特别善于用这个技能反击。你打我，马上一个顺踢，瞬间一个能量反击啊，这个是非常赖的。好的一个地头过来。回身跳 A 打逆向，下盘2点，然后再跳 C 打蹲防，跳 A 下盘再蹲防的时候，对方 AB 闪身推一下镜子。咱们看这一局吴楠啊，又是被打过来，跳 B 再跳 CD， 完全的不知道该怎么玩了。咱们看跳 CD 过来，跳 A 回身跳 CD 打蹲防，再跳 B， 然后再跳 CD 打蹲防。这尼玛啊，这个红丸玩到这种情况啊，感觉让这个咱们玩97红丸的人不会了，这红丸感觉不会了啊。其实这个95的红丸呢，它的设定呢，应该跟这个02的挺像。他的招式顺踢之后取消的招式呢，97就取消了。你说97红丸，他正摇臂那个招，你们见过有人用过吗？可能很少有人用啊。你像下轻腿接顺踢是能接上，但是没有用啊。下盘接反摇手，要不就是接升龙重升龙腿，可以把对方打倒。这个你们也懂的。咱们可以看到这一局白羊玩沙子了，下盘起手，然后呢二段踢，再打一个二段踢，然后直接反升龙腿把对方踢到角落里面，回身一个站重手打死。爆发特别强，觉得这个其实这个正常来讲，他们玩啊，一般说一旦说选了卢卡尔，再选草地精啊，最可使再选八神，那一定是啊，肯定是打不过这个1P才选的这3个人，就相当于如果说你97玩不过别人，你选一个超八神，然后龙2，然后选一个特瑞，逮着就无限踢，然后无限撞，要不就是八神无限鬼步，超八神就打就赖啊，就是这个的。咱们一个升龙过来长气。点战臂就这种可以无限踢了，直接想要裸杀，再点战臂不敢点这个吴楠，哎抠过来回身好的一个投技，然后马上呢扔过来还有一个挑衅啊。其实95有一个招特别厉害，就是说他每次利用投技或者利用一些特别的招式把对方打死，有延迟的就落地才死的那种招式，他可以利用这个时间练招。但是呢，他这个气也不能留到下一局啊，所以说没有用。咱们看这个推人的这个招式啊，不仅是磨血，而且在判定上都是很强。这吴楠应该经常用这个招式，但这个招式一旦被对方躲过去的话，就会非常的悲惨。这个你防住都没事儿，打中或者是防住都没事儿，但是躲过去啊，非常的郁闷。前过来再普通头要摔死啊，摔死吧！咱们可以看他第一时间还可以出一个升龙。这一局大门应该说这个被对方的前突袭啊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这个卢卡尔这个普通投技呢血也是非常多的。咱看现在这边的红丸站臂踢一下腿把，然后直接这个咱们看这个拳脚功夫打得很正，但是第一时间起身被小升龙卡过来 ，AB 闪身，好的一个地头，好红丸直接跳轻手勾逆向，然后下盘直接跟顺踢。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地头过来掌气，然后再勾逆向轻手。觉得白羊啊玩这个游戏已经玩到骨髓里了啊，确实玩得很准。好吧，现在这边好的抠过来，再下盘一顿踢，直接没事打你大姑妈。好，两个人同时闪身，那这一局白羊抓住了一个地头的机会，回身打逆向勾。好的，再下盘3点，哎，没有后续，踢轻腿。这一局应该说胜算很强，再直接勾。漂亮，咱们可以看到啊，应该说这个没事打你大姑妈这个招式啊，在95当中跟97的姿势基本上完全的不一样啊。同样，虽然说都是一只手撑着地，但是95呢是一只手撑着地，然后呢转；97呢是一只手绷着地，然后另一只手抓住这个绷地的这只手，然后转。啊，这个97和95呢明显的就不一样啊，就这个。好了，咱们看现在回身一个地头，跳臂过来勾下盘4点，直接一个倒挂金钩。再回身打逆向，哎，但是下轻腿打中之后呢，对方抢头成功。觉得这个拉尔夫啊，这个节奏也是掌握的非常好。好的，侧身过来一个雷丁 K， 再跳臂，直接后跳 CD 打对方蹲防。这一局白羊的拉尔夫应该说没有什么好的发挥。这一局乌南的红丸确实很出色。好的话，现在这一不知火，这个不知火舞，你看啊，这个胸部啊一颤一颤的啊。不管哪个版本当中，不知火舞都是非常妖艳啊！你们可以看到，连续的朝天脚过来，腿把在踢，红丸在找机会，咱们对招过来一下一个直接的小扇子，回身跳臂，好的给我下盘，又是不敢后续。其实这个吴南啊打的好的，后跳地过来一个闪身躲开对方的必杀，再起跳，咱们看一下。刚才这边不知火舞玩的应该说很奔放，这个升龙打的也很正，咱们可以看一下慢镜头显示啊。这个大腿非常粗，而且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不知火舞应该是馒头啊，跟这个传说中现在日本有一个叫什么叫尾野真之子的一个女的很像啊，童颜巨乳的啊，这个但尤其是馒头啊，咱们看现在这边，哎，空中必杀出现失误，下盘直接起手接上一个升龙，这太赖了啊，这个太赖了，这样的话子，哎呀。一挠胸部啊，哇哇淌血呀，这竟然自残啊！这仗着自己是机器人啊，这种人啊，咱们看现在好的这边来丁挺过来，连续的踢，好就连续的踢跳 CD 过来卡空，然后呢再往前踢一个镜子推过来，这就我说的啊，这个卢卡尔就得这么玩，再踢轻攻击，然后一个镜子，你就得哎，但是这个升龙抢的非常准确，跳 A 好的死了。红丸这个人爆发还是可以的，大升龙抢空把对方强制打倒在地，然后跳 A， 这个身材高啊，确实比较恶心。这样的话，这一局7-1之后，吴南的这个草剃精，看看两个人到底能打成什么样子。这边连续的掌气偷下盘，再一个腿把，一勾直接磨手，哎，我的去，等会儿，咱们看一下。磨成红血，然后直接满气之后技能反击，一个超大的雷光拳，我了个擦呀！这是你妈，这真的是必杀！什么叫必杀？就是必须把你杀死啊 ，must kill 啊！我就精神病啊，这个揪住了，这个必杀是真的是必杀，我就。咱们看现在这边，阿比好的一个升龙学失误。直接下臂，咱们可以看到下臂气消，然后站 A 去组合拳，这个指令头取消出站 CD， 咱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很多人在纳闷啊，说这个拉尔夫是怎么下轻腿接上站重手的，又是怎么利用下轻腿站重手2点，然后接上这个站 CD 的啊？很多人就觉得我操他妈这太丰富了啊！95就是设计的非常牛逼啊，就这点，就是97你顶多说有木压有鬼步。有逆向，95呢什么都有，而且它还有取消，它的取消方式呢不像是不像那种什么什么咱们那种什么无限葵花呀，什么无限踢呀，什么无限那个草踢的撞啊，对吧？像这包括草踢的无限2段踢，它那种只是电招，它那个电招呢很容易掌握，但是95里面的取消啊，这个是特别猥琐的，气消还能强点 ，ABC 只要掌气就可以，但是那种指令头取消，包括。组合拳取消啊，加指令头取消，那组合在一起真是有点扯啊！咱们看一下偷下盘，
漂亮！这一局不知虎发挥的非常不错，咱们看一下逆向勾过来，回身一个地头，这是一个剪刀脚摔，然后上跳地勾逆向，下盘3点下重手，下盘3点气消之后呢下重手，直接跟上了一个正摇臂，这样回身啊就是打了一个小秒杀，爆发也是非常好啊，但是被抓住了一个无限踢的机会，但是选择了接反升龙腿，再逆向勾，直接奈落落，然后回身下轻腿再下重腿。这边草剃的爆发也是非常强，乌南也并非等闲之辈。咱们可以看到啊，这边跳过来勾逆向，第一时间是防住了，但是再次的后跳奈落落呢，这边白羊没有任何的机会。而且95这个游戏它没有跑啊，它只有前往前跳，它没有跑。所以说很多人玩，哎，这他妈傻逼怎么不跑呢？然后看刚才再跳波，漂亮，直接下臂站 A， 这个又是一个取消啊。咱们可以看到顺踢过来，然后一个3连段。跳地下轻腿，然后站重手，直接一个没事打你大姑妈，9比1。乌南被整的有点惨啊，应该说啊。这样的话，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这一局呢，这个往后来，咱们看现在草剃，然后不知火舞和卢卡尔。咱看这边呢，这个草剃星。好的，这个不是这是。怎么？哎，刚上来就送大礼，这一下就打成小半管血。你可以看到啊，好的升龙过来。其实95里面的这个2个大兵啊，都很厉害的，包括那个将军，也就是哈迪伦。但是哈迪伦呢，其实他不是说厉害啊，他什么招式都有，什么情况呢？这个套路都有，缺点就是判定稍微低了点。咱们看这边拉尔夫忍一下下盘，腿把过来，再腿把，再腿把。前轻腿想打蹲防，但是这边直接打了一个必杀。咱们看这个必杀啊，表面上看起来啊，这个非常爽，但是实际上费不了多少血，咣咣咣就是一顿打，然后费了一点血，就是而且在组合拳的时候不费血。这个其实有时候95这个游戏设计的啊，非常咱们一个波涛汹涌啊，这个一颤一颤的，哎，出现了失误，哎，下臂接站重手的时候，对方是蹲姿，咱们现在 AB 过来之后强制出这个升龙，最后一点血还想磨死。总想磨死，咱们看一下拉尔夫非常赖啊，抓住胸部之后就摔一下，然后再勾逆向，原地起跳，好的，直接一个剪刀脚，再一个升龙，咱们哎呦我去，哎这抖一下啊，你这，哎呦真事啊，什么行？哎怎么看2个妞啊，一个欲火焚身下，哎没接上，下盘起手这也没接上啊，其实不知火舞大腿还是蛮粗的，下盘起手再跟。掌气过来，下盘起手下重手，直接再跟一个正摇臂，回身腿把，俯冲直落，再对下重手。应该说啊，这一局吴南机会来了。咱们可以看到啊，这边呢，应该说这个吴南这一局啊择的非常的准确，然后俯冲直落再下半，这样的话这一局呢，应该说几率非常大。咱们看这边的不知火舞，连续的朝天脚，2个人对招，这样的话并不吃亏，原地起跳 CD 卡轰，然后再跳过来勾正身位。打下盘，然后再勾逆向，再朝天脚连续的踢，跳过来。咱们可以看到95的这个受创硬直啊，这个时间其实呢，如果咱们看这边一直掌气，然后那边一直挑衅呢就是可以减掉对方。哎，咱们看这个必杀呢，而且还非常安全啊，腿把跳逆向，哎呀，出现时候欲火焚身，再闪身过来，空中抢空 A， 哎，漂亮，最后呢直接顶过来。比分来到9比2，这样的话呢，这个9比2之后呢，刚才这个白羊应该是上了个厕所，还不是要干，不是这吴南可能是有点事儿啊，所以说呢，中间那段掐了啊，然后这个直接跳过来，咱们看这一边呢，又是选择拉尔夫这个，还有不知火舞以及红丸，看看这边。AB 闪身之后特殊攻击，这一局2个人打得很保守啊！咱们看站臂过来，空中一切，再跳 CD， 跳过来再站 C， 但是出升龙赌失误，连续的利用这个重攻接，但是呢距离实在是有点远，所以说他尽管已经取消成功，好的一个观音坐莲，直接起身撇了一个扇子。小的时候我们都管这个不知火舞叫扇妞啊，这为什么要咱们看这个姿势啊，观音坐莲，非常赖啊！咱们猜这个不知火舞内裤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好的，又是坐下来，回身。哎呀，这个掌气的时候，这个胸部一直在颤呢。这个，这个不仅下面是馒头啊，顶上也是馒头。哎，咱们还偷下盘，再腿把。这2个人你可以看到啊，这个非常猥琐啊。好的，直接冲刺跟人对上，
正好这一局，那咱们看这个白羊优势，虽然说第一个人物有点惨，但是不知虎还算是追回来了。咱们看这边的草鸡精跳过来被摸，回身一个地头，咱们看现在再跳过来浴火焚身，这个必杀抹血啊，这个在对方残血的时候非常嚣张，但是缺点就是能被对方轻易的被对方 AB 闪身躲过去。而且但是还有一个优势啊，他这个必杀呢可以压制对方起身，就是起身他飞过去的话是有这个逆向判定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咱们原地起跳过来，空中被切，重攻击再腿棒，这一局说不准，因为吴楠他的这个草鸡精血也不是很多，然后呢自己身后有一个卢哈尔，但对方有一个红丸。这个红丸这个人物啊，因为他虽然说是2分的，但是他出场的几率非常多，基本上很多人都愿意用这个红丸，因为他的拳脚啊用，但是二段踢再反升龙扣下来，然后腿棒闪身，直接特殊攻击二段踢，已经没有气，不仅没有气，也没有这个闪身的机会去躲开这个攻击。咱们可以看到，已经 AB 闪身过来，对方的是先 AB 闪身，然后打特殊攻击，只要打中你身上，你再闪身已经闪不了了。这样比分来到9比3。咱们看这一边吴阳这个白羊这个吴阳去了啊，这边白羊是选择了这个克拉克。克拉克呢，作为就是我说两个当兵的啊，克拉克是非常华丽的。他呢优点就是在于指令头取消、气消以及组合拳取消，这个是非常赖的。好的轻攻击2点，然后下行手直接跟上了一个指令头，转过来气逆向回身，但是被草 T 抓了一个地头。咱们看回身逆向带落下盘3点起手，正摇踢再正摇踢2点，回身反身龙腿，抓住一个机会就是死啊！说实话，这个草 T 这个人啊，怪不得啊，说这个草 T 是整个这个拳皇95里最赖的一个人啊，毋庸置疑。咱们看这一局板崎捉魔也是本次第一次上场，勾过来下重手踢一脚，然后重攻击再踢，这就是强势晕啊！这是强制晕啊！咱们可以看到这几点，这是3点，然后下重手直接就晕了，就这个晕点来的就是如此之快啊！这就是跟你们解释不了这个东西啊！咱们看现在这边跳过来。回身逆向起身，但是不知后是练了一个小升龙，再攻击向 AB 闪身，然后直接这个闪身之后的攻击，然后马上接升龙。咱们看一下，好的照胸部一顿踢啊，一顿电炮飞脚啊，再扣过来，这个咱们可以看到确实有勾到逆向的判定，而且呢没有败招，重攻击回身抢空过来，前跳，好的躲开对方的这个升龙，然后直接后跳地下重腿，非常长。咱们看一下，我说实话啊。整个这个拳皇当中，胸部最大的应该就是板崎捉魔了吧？这个板崎捉魔胸部这个肌肉啊，感觉这个套马的汉子啊，就这种感觉啊。咱们看一下特殊攻击回身，最后一点血，回身就被对方摆了一下手，然后打了一个镜子。咱们看这边卢卡尔呢是撑住了最后的场面。这一局看看卢卡尔对拉尔夫怎么一个情况啊？好，咱们看现在这边按过来连续的踢。往后拉，然后再跳 CD 卡空，这边连续的往前蹭啊！咱们看到这个战臂啊，看到卢卡尔这个战臂没有啊？这不是战地去了，战臂这个战轻腿啊，就赖到但是跳臂摸过来，重手接指令头抓要跪，再跳过来回身战 C， 连续的踢，但是现在拉尔夫有气在身上，哎呀，直接的站重手。这样的话，比分呢是来到了这个10比3。最终呢，由于前期啊这个一个7比0的小高潮啊，给这个吴楠打的有点不太会，所以最终的吴楠也没有翻盘成功，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毕竟啊，白羊像这种世界级的选手啊，这个能和这个白羊打成这样也属实也不太容易。